你有信心在2回合内 KO 方便吗？有。注意看，2米巨人声称要终结方便59连胜战绩。方便纵横拳坛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迎战过差距如此之大的选手。对于已经退役的方便来说，这无疑是一场难上加难且无法抗拒的比赛。毕竟赛事方给的实在是太多了，方便找不到任何理由拒绝。另一边的董建军才是最惨的，刚下飞机就收到了赛事方的邀请函，仅仅休息了1晚上就登上了擂台。要不是这些网红们给的太多了，董建军才懒得参与这些比假还假的商业赛事。主持人的一番话语也是带动了现场观众的情绪，方便的回答也是游刃有余，寻找不到任何瑕疵。你要赢了，你让妹妹怎么报答你？跟他发不发生关系都没关系，跟你绝对不会发生关系。便便，你怎么能这么说你的凤凤呢？哥，你有媳妇吗？有了。既然比赛已经形成定局，此战也算是方便间接性荣获60战全胜的比赛，也算是完成了方便内心的一个愿望。话就不多说了，来让我们欣赏一下方便是如何智取董建军的。请长按3秒点赞。比赛开始，一位是拳击界的大神，另一位则是自由搏击界的大神，两位在无差级别的比赛当中相遇，中间至少掺杂着上百万资金。俩人相遇不是偶尔，是网红给的太多。言归正传，虽然说董建军占据天然的大比分优势，但方便的灵活让董建军很难发起主动进攻。中国自由搏击运动员方便的快手号。好的，欢迎大家点击下方小铃铛下载荣耀大天使游戏，就有机会呢在游戏内领取最高888元的现金红包。各位老铁们，中奖率是100%啊！只要你下载创建角色，就能够领取红包，最少都有1块钱，2块钱就能够集齐了啊！好，我们看到这个董泰山啊，在第一回合其实并没有出过太多的动作啊，这完全处于在试探啊，也不敢轻易的出拳，怕这个防守的漏洞被方便给发现啊，所以方便近身不了董建军，然而董建军也拿方便没有任何办法，俩人就在擂台上晃来晃去，只要董建军发起主动进攻，方便即可就会往后进行拉扯，反观方便几乎做不了任何动作，只能稳于现状与董建军进行拉扯。方便打进去了啊！我们看到这个第一回合这个董泰山啊，他已经开始往前压了啊！哎，分开。这个，哎，再来一个击负。停。开。哇，这个双方在这个身高臂展的这个差距真的太明显了啊！好，我们看到这个身高，其实臂展越高啊，他这个其实是占优势的啊，因为他这个内围的这个，比如说董建军的进攻范围是1米，那么方便的进攻范围就只有0.6米。对比之下，必须董建军主动对方便发起主动进攻，才能达到方便发起进攻的条件，而且还是纯拳击的比赛规则。一向擅长腿法进攻的方便很是被动挑战。那我们知道这场比赛有5个回合，这个连续的前置的一个点拳啊，5个回合啊。那我们的泰山能不能支撑完5个回合？能不能在前2个回合就把方便 KO 呢？今天在我们的这个搏击秀上还没有出现首次的 KO。那今天在他们俩之间的对决当中，能不能出现首次 KO 呢？好，我们可以看到比赛呢现在进入到一个非常焦灼的一个状况啊。现在我们的泰山一直处于一个非常主动的一个。好，还有20秒，停。这回合还有20秒钟。对，我们泰山就是想在前2个回合啊就能够把我们的董建军的进攻攻势确实很猛，但并没有进攻打到方便，全程处于主动进攻的董建军根本就奈何不了方便，甚至连方便的近距离都接近不了。一旦靠近方便，方便不是往后拉扯就是钻进董建军内围。结束。好，第一个回合休息90秒。刚感觉第一回合怎么样？还没找到感觉。还没找到感觉，毕竟也有一段时间没打比赛了啊。好，我们来看一看，方便啊，这第一回合感觉怎么样？确实很难打，因为对方的确实胳膊太长了，打不进去啊。对，这胳膊确实太长了啊。这个中国自由搏击运动员方便啊，这个快手号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那个学搏击也可以到他那边啊，在上海新武创新搏击。好，那么记得在好，第2回合马上开始了啊。看到的这个董建军，他身高有2.13米，那他也是被称为。第2回合开始了，
方便全程都拿不到主动权，不管是进攻还是拉扯或者是虚晃试探，董建军用2个胳膊就可以控制住比赛局势。反观董建军也没有仗着身高欺负方便，而是与方便展开迂回拉扯，该出手时就出手，不该出手时就原地蹦跳。伊布拉辛 KO 了迪朗圈王卡里米，同时他在日本战胜了美国怪兽鲍勃萨普，实力非常的强悍。那么在他的身高臂展有绝对的优势，在比赛上他绝对占据了一定的优势啊。那么看到方便，那么也是59场不败。那这一场拳击秀和董泰山进行。这是第2回合了啊，我们总共有5个回合，每一回合有3分钟。好，我们看到这个董泰山的这个前刺拳，分开。别看2人都在晃晃悠悠、犹豫不决，其实是在准备攻破对方的心理。方便只能率先出拳，其后进行搂抱，不然董建军的大摆锤就会砸在方便脸上。既然2人不是一个级别，拳头的力量自然不是能相提并论的。要是方便一拳能把一头牛打死，那么董建军一拳就可以把一头牛打飞出去。我们比赛真的是非常有看头啊！方便身高184公分啊，董泰山身高211公分，两位呢都是非常厉害的顶尖级的这个拳手运动员啊。也可能只有在散打哥的搏击秀的活动现场才可以看到2位非常优秀的运动员出现在一个比赛现场。是的，因为这是一场拳击秀啊，所以双方才方便仅用一个灵活就拖住了董建军2个回合。看似方便是被追着打，占不到任何优势，其实董建军一直被方便牵着鼻子走，根本就无法正常实施任何有效进攻。被牵制的董建军也没有办法，只能稳于现状，等待进攻的最佳时机。看来灵活的方便是不想给董建军任何进攻机会。真打，但是我们是一个搏击秀，为的就是展现运动员的风采，然后呢弘扬体育精神，宣传全民健身的一个正能量。大家都知道我们散打哥是非常正能量的一个快手主播啊，所以没有关注散打哥的各位老铁们，关注一下我们散打哥，加入粉丝团，我们红包不间断啊，红包不间断，精彩不停，赶紧关注一下散打哥。真的，我看到现在真的2位真的太难打了啊！这真的太难，一个是力量，一个是速度，这就是速度和力量的对决啊！这第2回合了，还有20秒钟啊！这一回合还有20秒钟，比赛还剩下最后的20秒。方便虽然是在自由搏击领域打比赛，但拳击比赛的规则方便还是略知一二的。如果打完不搂抱的话，方便就会被打飞出去。然而搂抱并不违反比赛规则。所以方便才暂时把比赛计划更改为这样，不然很难来与董建军进行硬碰硬。扣一，方便第2回合休息90秒。第3局开。第3回合开始了，经过2回合的试探，方便则是把灵活程度提升了一个等级，不然董建军的重拳随时都有可能砸在方便的脑袋上。董建军也没有实施过力量太大的进攻，顶多就是用刺拳来逼退方便，然而方便也是利用灵活来与董建军进行拉扯。真要是打起架来，2人早就躺下一个了。很难，因为对方这个臂展真的太高了，他的这个防守的区域范围非常大啊。然后我让他，而且他是向上去打的啊，这个难度真的非常的大啊。我们看到这个董建军想打到方面也很难，因为毕竟对方真的太灵活了啊。好的，那么正在观看直播的各位老铁，记得要关注散打哥的快手号，加入粉丝团。那么我们每一次会发50万的红包，每一次会发50万的红包。另外呢，想学习搏击的也可以关注一下中国自由搏击运动员方便的个人快手号，可以报名啊。董建军的主动进攻并无实际意义，只能起到一个压制方便或者是逼近方便的效果。反观方便也不是坐以待毙，而是积极主动进攻，并不消极比赛。所以好戏都在后头，赶紧老铁们把我们的直播分享出去啊！分享到你的朋友圈，分享到所有的快手群里面，好不好？来，比赛进行的非常的激烈啊！支持方便的来，老铁们扣个1；支持董建军的扣个2，看看哪位拳手的呼声更高，哪位拳手的支持率更多啊！第3个回合了，我跟你导。全程的游走消耗了2位大量的体能，方便能荣获59战全胜，证明方便不是善茬。既然是年龄上来了，也不会轻易被击败。
反观董建军可是常年征战国际擂台的拳坛名将，要是被一个小个子 KO 掉，岂不是很丢人？级的对决是5个回合，支持方面的扣1，支持董建军的扣2啊！支持散打哥的记得关注一下散打哥，加入散打哥的粉丝团，红包不间断，来散打哥直播间领红包啊！赶紧把直播分享出去，50万一次的红包不间断啊！好的，2位选手现在第3回合的比赛啊。好，现在相互的这个试探当中啊，因为拳手其实每出一次拳，他必须是有把握的。比赛时间即将结束，董建军出拳的命中率低至10%左右，几乎打不到灵活的方便。然而方便的命中率却比董建军高出5%左右，最起码有效进攻比董建军多。不过这些进攻根本不足以威胁到对方，这完全就是一个拼体能的比赛。回合啊，对他的身高这么高的一个拳手来说，也是个非常大的挑战。好，3个回合结束了。都在屏幕上，你们觉得谁略胜一筹？接下来5秒钟的时间，来，5、4、3、2、1，恭喜！最终方便获得了比赛胜利，成功完成了60战全胜不败的战绩。其实现在能看到方便的比赛已经不容易了，即便是打假赛闹着玩，大家也乐意去看。毕竟方便是一代人的青春和回忆。方便这个名字一定会在搏击界流传千古，他可是中国搏击界的开拓者、领军人物。视频到这也就结束了，咱们下期不见不散。